我是卡皮桑，今晚想带你走进北加州那一片沉默又雄伟的红杉林，走过它横跨3000年的生命长河，也看尽人类贪欲如何差点将这片大地千年积淀的生灵从世间彻底抹去。每次踏进北加州的原始红杉林，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普通的泥土落叶，而是沉淀了数千年的时光记忆。抬头仰望那些参天耸立的红杉巨木，树干粗壮的需要10几个人手牵手才能环抱，枝桠直插云霄，浓密的树冠遮蔽了整片天空。林间光线变得柔和幽静，风穿过树梢，发出低低的飒飒声响，像远古先民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很多人以为每一棵红杉都是独立生长、孤独矗立在山林里的个体，但深入研究过生态与自然奥秘之后，我才明白，红杉林从来不是单一个体的聚合，而是一张隐藏在地底、绵延无尽的巨大神经网络。它们的根系在地底紧紧交缠，彼此相连，没有边界，没有隔阂，就像人类大脑里错综复杂的神经元，互相传递讯息，共享养分，共担风雨。在这套神奇的地下网络里，藏着红杉物种延续3000年的生存智慧。那些矗立山林1000年以上的老红杉，历经无数次风暴、干旱、山火的考验，把3000年来经历过的气候变迁、自然灾害、物种更迭，全都化为属于整片森林的记忆。当一棵老红杉走到生命尽头，枝干逐渐枯萎，生机慢慢消散时，它不会带着满身岁月孤独离去，而是透过交缠的根系，把积攒了3000年的生存经验、环境记忆、抗逆的本能，一点一滴传输给身边刚刚破土而生的红杉新苗。这是大自然最温柔也最伟大的传承，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口耳相传，只靠地底无声的连结，让1000年的生命智慧代代接力。新生的小红杉从发芽那一刻起，就继承了先祖的记忆与力量，懂得如何适应这片土地的水土，如何抵挡山林里的风险，慢慢长成下一代撑起森林的巨木。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红杉林以整体的形式活着，以网络的方式延续，静静伫立在北加州的海岸山脉之间，度过1000年时光，不疾不徐，安稳从容。在很长的岁月里，人类与红杉林维持着一种平和的平衡。当地的原住民世代依傍着红杉林生活，他们敬畏这片参天巨木，视红杉为山林的守护者，大地的灵魂。原住民会适度取用枯枝落木，从不肆意砍伐成熟的巨树，懂得取之有度，敬之有礼，任由红杉林按照自然的节律生长更迭。3000年来，红杉林郁郁葱葱，覆盖北加州广阔的山野，成为北美大陆最壮观的自然奇迹之一。这份延续了数千年的平静，却在19世纪被彻底打破。而推倒平衡的第一块骨牌，正是美国西部轰轰烈烈的淘金热。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大量金矿，无数追寻财富的人从各地涌入北加州，淘金热席卷整个西部大地，大批移民、矿工、商人涌入荒野，原本寂静的山林与海岸瞬间变得喧嚣纷扰。大量人口涌入之后，城市聚落、矿区营地、道路桥梁都需要大量木材搭建，人们对木材的需求一夜之间直线飙升。而北加州漫山遍野、高大笔直、木质坚韧耐腐的红杉，瞬间成了商人眼中最廉价、最丰厚的财富宝藏。红杉木纹通直，体积庞大，不易腐烂，适合建造房屋、铺设铁道、制作家具。
在资本与贪欲的驱使下，没有人在敬畏这片千年古林，没人在乎红山独特的生态智慧。人们眼里只看得见砍伐红山能换来的金钱与利益。从那时候开始，一场针对原始红杉林的疯狂砍伐正式拉开序幕。伐木公司大规模进驻山林，锯子与斧头的刺耳声音取代了林间的风声鸟鸣。曾经在地底相连、共享记忆的红杉巨木，一棵一棵轰然倒地，千年树干被切割拆解，运往城市各地，变成房屋的梁柱、铁道的枕木、商场的建材。人类的贪欲一旦被点燃，就再也没有止境。短短几十年的光阴，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瞬，对于生长缓慢、需要千年才能成材的红杉来说，却是灭顶之灾。毫无节制的商业砍伐，毫无底线的资源掠夺，让北加州原始红杉林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数据从来不会说谎，短短数十年间，超过95%的原始红杉林就这样被人类的贪婪砍伐殆尽。那些矗立了2、3千年，见证过岁月变迁的红杉古木，没能躲过风暴山火，却倒在了人类的斧锯之下。曾经绵延百里的参天林海，变成了满目疮痍的荒秃山野；曾经紧密相连的地下生命网络，被砍伐割裂得支离破碎。许多红杉族群彻底消失，那些积攒了3000年的森林记忆，随着老树的倒地枯萎，永远埋没在尘土里，再也无法传承给新生的幼苗。等到人们从淘金热与商业利益的狂热中稍稍清醒过来时，才惊觉后果有多可怕。硕大的北加州土地上，仅只剩下5%的原始红杉林残存下来。这仅存的一小片林海，成了3000年红杉文明仅剩的最后火种。若是再继续砍伐下去，不用多久，这片横跨数千年的自然奇迹就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后代子孙只能在书本与旧照片里看见红杉林曾经的雄姿。好在，总有一群人愿意为自然发声，愿意为濒临消失的生灵挺身而出。1918年，一群怀着敬畏自然、守护赛态之心的科学家、环保人士、自然爱好者，正式在加州成立了保护红杉联盟。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号召运动，而是一场旷日持久、充满艰辛与博弈的守护之战。当时伐木产业牵涉庞大的商业利益，资本财团、伐木企业都极力反对限制砍伐，他们视红杉为摇钱树，不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财富。保护红杉联盟的成员们一边深入山林调查红杉林的现状，整理生态破坏的数据与证据，一边向社会大众宣导红杉的价值，不只是木材的经济价值，更是生态、历史、物种传承的无价之宝。他们奔走游说政府，呼吁民众，号召社会各界参与保护，用科学数据、真实画面、历史底蕴唤醒人们心中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后代的责任。这场斗争耗费了漫长的岁月，经历无数次辩论、游说、政策博弈，中间有过挫折，有过反复，也有过来自商业势力的阻挠与质疑，但守护者们从没有放弃。他们深知，这仅存的5%原始红杉林不是属于当代人的私有资源，而是地球历经3000年孕育的珍贵遗产，是要留给世世代代后人的自然瑰宝。终于，在保护红杉联盟与全社会环保力量的长期努力下，美国政府逐步出台红杉林保护政策，划定保护区域，禁止商业砍伐，收购私人林地纳入国家管护。历经多年艰辛奔走，最终促成了红杉国家公园的正式建立，以国家公园的法律形式，牢牢守住了最后这5%的原始红杉林。从此，这片残存的千年红杉林终于逃离了被彻底砍伐灭绝的命运，得以远离抚恤的伤害，重新回到自然生长的节律里。地底的根系网络慢慢修复，老树依旧把岁月记忆传给新苗。红杉林的3000年生命脉络，在人类的醒悟与守护之下，终于得以延续下去。
每每回望红山林的这段历史，我总会心生无限感慨。红山安静伫立3000年，不争不抢，默默滋养大地，涵养生态，承载物种记忆，从未主动伤害人类分毫，却差点毁于人类一时的贪欲与短视。短短数十年的利益追逐，几乎毁掉3000年的自然积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反思的教训。大自然从来不是人类无限所求的资源库，每一片森林，每一棵古木，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生命与岁月，有属于自然的生存节律。我们总信以为自己是大地的主宰，却忘了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懂得敬畏，懂得节制，懂得留余地给万物，其实也是在留生机给我们自己。如今再走进红山国家公园，依旧能看见参天巨木耸立，林间依旧安静悠远，地底的生命网络依旧默默运转，3000年的记忆还在树木之间代代相传。幸好当年有人及时醒来，幸好那场漫长的守护没有白费，才让往后无数代人都还能亲眼看见这片千年红山林的雄伟模样。夜色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了。今晚跟你聊完北加州红杉林3000年的兴衰与守护，也希望我们都能在心里多一份对自然的温柔与敬畏。愿山林常青，愿万物安宁，也愿你放下一天的烦忧，好好放松身心。晚安了，愿你一夜好眠，梦里也能走进那片静谧雄伟的红伞林海。